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视频，我是马姆森。本期带来一款国产拼装模型，橘猫工业出品的1:100百刃和绘，由森下直清老师着笔，很多万代高达的和绘都是他的作品，比如 MG78、MG 飞翼04等，个人风格辨识度还是挺强的，也很受大家欢迎。模型共有12块板件，整个完成过程在4个小时左右，拼装手感很舒服，只有少数位置用到隐藏水口设计，个人不喜欢隐藏水口，懒得弄。零件之间的阻尼感很不错，一体性算是很强了，即使拍摄完定格动画以后也很紧实。第一眼看上去，直观感受是这个机体有点瘦长，胸口有狮子脑袋，所以变形金刚和高达的小伙伴对它的作品印象应该很深。这款百刃就是由苍石设计精修完成，并授权发售的。铁奥高达还有最新的高达 Break 里面的主角也都是他的作品。既然邀请到几位业界大佬制作，那么为什么这款机体给人一种微微不协调的瘦弱感觉呢？翻开设定，其实不难发现，在故事中，百刃是一台搭载变形结构、双形态能一体切换的战斗机甲。为了保证机体的可动和运动性能，最大幅度保证四肢灵活性，简化躯干部分所占空间，所以整个机器人形态下体格偏瘦。而到了实际玩具，肉眼观察来看，机体确实有很强的灵活性，没有图片看上去那么单薄，而且确实能够完美的一体变形，身上没有为了造型而添加的累赘结构，所以个人还是很满意该机体的设计逻辑。看了很多美型堆叠不考虑实用性的作品，这款玩具反而给我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可动方面，头部比较常规，肩膀可以前后摇摆，侧台旋转无压力，手指折叠方围超过90度，手腕双段转动，手掌采用替换手，这个在高达类玩具里面已经被证实是一种稳定且好看的解决方案。腰部只能平转，这么长的腰身居然不能弯，但是考虑到里面的变形结构也可以理解。前裙甲活动范围可以，侧裙甲跟大腿是一体的，腿部可以180度上抬，侧踢有干涉。膝盖位置有3段可折叠关节，大家其实可以根据膝盖关节摆出喜欢的造型，甚至做出反折的腿，也挺好看的。脚踝是双段弯折，脚掌还算大，接地性也不错。作为一款拼装玩具，还得变形的。人形态的紧实度和可动性，个人已经非常满意了，基本上是能达到成品可动玩具的水准。但是全塑料结构难免还是很轻，站立摆造型时需要注意一下重心的摆放。另外，本次有带3种武器，常见獠牙刃一把，据说刀身每秒能震动900万次，听上去挺能切的。然后是獠牙光束步枪一把，可以远近输出，也能收纳在人形背后。60吨一枚，确实比较小。考虑到机体高速移动的性能，它的防御武器确实不能过大，只要能保证材料的耐久性，防御一些无法躲过的致命伤害还是很有用的。这点再次为设计师点赞，逻辑性极强。接下来将它进行变形。因为我的节目是大量拍摄变形金刚玩具为主，所以我对变形结构有自己的理解。我个人认为，变形设计的成功与否不是取决于步骤多少，而是在变形结构合理的情况下，是否能让玩具双形态造型都看上去很不错。这款玩具就是典型的通过简单步骤让双形态都能有比较好表现的作品。狮子形态除了后腿有点长之外，前腿造型还行，不过中毛零件确实在兽形态下对头部有不少的干涉。翅膀还有后腰以及尾巴造型比较合理。如果你有2盒百刃，就可以在狮子形态下实现全副武装的模式，代入感还挺强的。单炮造型其实也不错，当然这个狮子是不是好看，还是取决于屏幕前的你了。这款产品首先是邀请到多位高达圈大佬进行设计，加上了橘猫工业不错的品控和材料，也卖出了国产模型该有的价位。整个体验下来也能感受到诚意，最大亮点是造型设计，还有能够双形态把玩的噱头，这也是吸引我这种变形金刚玩家的点。而且造型上确实很有个人特点，头雕和身形给你的感受，它就是百刃，而不是模仿了某某机体，原创性很强。但同样由于价位的束缚，零件数并不多，导致人形态腰部可动范围限制很大，兽形态造型可动也没有达到完美，整体把玩手感偏轻。话又说回来，又有什么产品是可以被称为完美的呢？
作为一个200元级别的拼装模型，只要有了好的材质结构还有松紧度，我相信大部分玩家都可以通过自己手艺重新上色或者简单改造，也能让模型更加贴近自己心目中的样子。个人还是很喜欢它的原色的表现的，部分零件用到了哑光处理，其实不再额外上色已经挺好看了，你是怎么认为的呢？本期视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考虑到价位，这款玩具在我心目中的分数真的挺不错，不知道大家对它的评价如何？欢迎继续讨论。我是毛姆森，下次再见，拜拜。